青年获罪坐牢，却得奇遇，偶得高人传下半块木片，只要能找到另外半片合二为一，便能解开木牌之谜。青年也因此习得绝顶武学，从一个街头小混混成长为一代武林高手。青年名叫韦冲，本是一介江湖浪子，依仗着学过几手功夫，生性好打抱不平、出风头，却因失手误伤人命被送入监牢。就这还向监狱长炫耀不停。监狱长眼见他这般做派，便决定给他一个下马威，将他与一个独眼老者关在一起。韦冲并未在意，铺开席子就要睡上一觉，岂料被老者反手一扯，当场摔了个四脚朝天。韦冲气急，就要抢回席子，不成想老者从容应对，招式间行云流水，俨然一副宗师风范。之后手脚并用，如灵猿奔行，轻松在牢房各处借力攀援，随意一脚踢飞韦冲，在其落地前一展席子，韦冲便只能在马桶旁安家。这独眼老者为人桀骜孤僻，令他人唯恐避之不及，只要老者坐过的地方，旁人皆是不敢落座。韦冲却是心高气傲，不信邪。见此，老者二话没说，出手教训，身形矫健于方寸之间，辗转腾挪。韦冲欲抢来座椅，却被老者戏耍于鼓掌之间，使尽浑身本领，也未能在其手中讨到便宜，反被对方困在椅下，动弹不得。这下韦冲终于服气，秉持着惹不起躲得起的原则，韦冲决定不招惹老者。哪知入夜，老者将他叫起，明日他便要被执行。见韦冲的脾性颇对自己胃口，遂将半块木片相赠，言称一定要想尽办法找到另一半合并，到时他自会明白其中奥妙。隔日，老者如期被带往刑场，随着几声枪响传来，一代宗师就此陨落。而韦冲则是拿着木片怔怔出神，时不时就要看上两眼。此举引来了狱警的不满，就要强行夺走木片，接连数鞭劈头打来。韦冲身怀武功，怎会受这气？夺过鞭子反客为主。其他的狱警举着手枪赶来，若不是狱友周伦出手，多半危矣。发生这等事儿，两人自知无法再留，就此逃脱。监牢为防止犯人逃跑，所用的都是双人连环锁，两人费尽力气也未能砸开锁链。不久，两人就因为方向问题产生纠纷。让韦冲没想到的是，周伦也是一个练家子，且身上武功比起他相差无几，争斗许久也只是两败俱伤。眼下还是先找人将锁链砸断为好。与此同时，警局总教头来到监牢，此人乃是黑虎帮帮主童黑风。得知独眼老者已死，便询问是否有遗物留下。听闻半块木片落入韦冲之手，当即带着手下追杀而去。而韦冲二人寻到一家铁匠铺，可铁匠一看便知他们乃是逃犯，不想惹上麻烦，拒不帮忙。两人遂故意动手激怒铁匠，引诱铁匠连番挥砸铁链。铁匠虽一身蛮力，却不通武艺，遭到戏耍，不管不顾攻来。两人借此得以重获自由，立时便扬长而去，徒留铁匠看着坍塌的摊子捶胸顿足。随后韦冲独自上路，却不知已被人盯上，在乡间小路中被三人前后包抄，来者正是童黑风的手下。韦冲虽不知几人目的，可眼看几人渐渐逼近，瞅准机会纵身脱离包围，却还是被几人分头截住。既然避无可避，不如奋力一搏。韦冲虽不惧任何一人，但面对三人群起而来，依旧是自顾不暇。幸而碰上周伦赶来支援，韦冲虽压力大减，却还是不敌。眼见不妙，溜之大吉。入夜，韦冲想找家客栈休息，只见一门前有副对联：热气腾腾，香飘四溢，炮声隆隆，威震八方。刚想转身离去，就被几个女子拦住，生拉硬拽进了青楼。在老鸨的一番忽悠下，韦冲见到一个功夫妹，不为其他，就是想看看功夫如何。完事之后，韦冲觉得差强人意，便不想给足价钱。哪知这功夫妹武艺不俗，凭借着极强的柔韧性，在狭小的床榻之间也能辗转腾挪。好家伙，原来功夫一流是指这个。韦冲反而处处受制，被其一脚踢下，扫地出门。一出大门，却被童黑风带人围住，不由分说上前攻来。韦冲此时正浑身无力，当场就被打翻在地，身上的木片也随之掉落，眼看就要落入敌手。周伦及时赶到，将其拦下。见还有帮手到死，童黑风打算亲自下场，一手九通花棍使得出神入化，长棍舞动，收放自如，以一敌二依旧显得轻松写意。眼见不敌，韦冲再次脚底抹油，而周伦经过上次也深知他的毛病，当即周旋一番脱身离去。而两人也并未走远，合力抓住了一名追兵，通过逼问终于明白了来龙去脉。
原是25年前，黑虎帮与通臂门是死对头，为争夺本门荣誉，两位掌门相约在长白山决一死战。通臂门掌门武功已入化境，寻到对手破绽，纵身一招便令对手重创。但虎死危犹在，黑虎帮主临死反击，一棍戳瞎通臂门掌门右眼。监牢中的独眼老者就是通臂门掌门，而童黑风正是上代黑虎帮之子，他苦练武学，矢志报仇，多年来一直追杀通臂门弟子，如今还要夺取半块木片，是以才一路不断追杀韦冲。事已至此，周伦也主动坦白，他之所以同样对韦冲纠缠不休，是因为他也是通臂门弟子，另外半块木片就在他的手中，故意犯法也是为接触独眼老者。至此，两人当即将木片合一，得到长白之风、猛虎之岭的指引。两人立刻长途跋涉，不辞辛劳来到长白山仙峡洞。入夜，月光独独照亮一片区域，两人发现端倪，一番挖掘，终于找到通臂门秘籍。秘籍到手，两人立即开始刻苦修行，先以手腕吊砖锻炼腕力，再用手臂拉动砖石磨练臂力，为练腰力，身作弧形，手脚各绑一筐石块，随后再练目力，金鸡独立，焚香熏目，练腹肌，双腿悬挂，伸直如臂，直到腿下燃香烧尽才算作罢。最后练腿力，天灵与脚尖各顶水碗，再将手边石块放入筐中，直到练至全身力量兼备，才算完成了基本功。就在这避世之所，两人专心修行，心无旁骛，自身功力也在日益精进。周伦偏好醉元路数，身形似醉却暗藏威势；韦冲则主练灵元招式，身形矫健，迅捷有力。直到一日，两人在酒馆饮酒，韦冲生出异心，将周伦灌醉，回到住处准备拿走秘籍，独自修炼。未料此地已经被黑虎帮发现，韦冲寻路逃跑，却被童黑风截住。可这次经过刻苦修行，韦冲实力已是不可同日而语，以一敌三，依旧不落下风。见手下拿他不下，童黑风立即持棍而来。韦冲毕竟只是纸上谈兵，论实战经验还是不及童黑风。就在他陷入劣势时，周伦却是现身，不计前嫌，出声指点。这下韦冲如有神助，拳法刚柔并重，长臂阔步，轻易躲过童黑风攻势，随后更是迅即解决一人。见状，童黑风知晓必须先解决周伦，抛下韦冲迎面攻来。周伦立时使出醉元拳法，但就如韦冲一般，周伦同样经验不足，很快落入下风。好在韦冲已经将剩余2名手下解决，双元合力，配合默契，上下齐动，攻势不绝。但正所谓一寸长一寸强，童黑风很快找出应对之法，通过兵器优势将两人分而破之。见此，周伦只好孤注一掷，死缠烂打，以伤换伤将其制住。韦冲立即跟上，两人无赖般的打法打乱了童黑风的棍法路数。最终两人合力猛攻，利用平时所练分攻上下，终于将童黑风解决。电影也在两人争抢秘籍中结束。